虽然说生姜是调味品，但生姜有很多的功效。生姜营养丰富，如果呢每天吃一片生姜，会有3个好处找上你哦。第一个好处，保护肠胃。现在很多人由于饮食不规律，所以肠胃很不好。这时呢，可以每天吃一片生姜，因为生姜中富含姜辣素，能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，对肠胃健康有很大好处。那想要保护肠胃呢，还可以用丁香叶泡水喝。丁香叶药用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成分，能保护胃黏膜，有利于肠胃健康。第二个好处，养护血管。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血管堵塞，给健康造成威胁。那想要保护血管，可以试试呢吃点生姜。生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血管堵塞。第3个好处，养肝。生姜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的生姜姜油可以促进肝脏排毒，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。所以肝不好的人可以每天吃一片生姜。生姜虽然好处多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，有2类人最好别吃。第一种是有肝炎的人，因为生姜性温，吃多了会引起肝火旺盛，不利于肝脏健康。第二种是阴虚体质的人，这类人吃生姜呢也会加重病情，所以最好管。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在持续当中，那么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呢，居家消毒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要注意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，每次半个小时左右，同时呢也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了。然后要勤洗手，避免到人多的地方。如果外出呢，要戴口罩。回来用消毒剂洗手，擦拭手。收拾家里卫生的时候呀，要对地面、桌面、家具等地方消毒。那用消毒液擦拭不少于15分钟，然后再用清水擦，这样可以去除残留的消毒液。还有家里的毛巾、衣服等等，可以放在阳台上，让阳光暴晒消毒，或者煮沸消毒都行。最后是餐具等用品也要煮沸消毒，最少15分钟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消灭细菌的作用。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用完消毒液，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。如果家里有老人、孕妇、小孩等，要让他们待在没有消毒的房间，可以一间一间的进行消毒。过年应该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，但是今年却有些不一样。现在不管是手机上还是电视上，大家听到最多的肯定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。那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很多人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被传染了呢？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来区分一下普通感冒和新冠肺炎。首先，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，主要的表现是鼻咽部上呼吸道症状，比如鼻塞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。那咳嗽一般都是湿咳。那如果发烧的话，那经过服药之后就会有所改善。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呢，会有发烧、干咳的情况。发烧一般是在37.3度到39度之间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身体乏力、肌肉酸痛以及腹痛腹泻的情况。严重的还会出现呼吸困难、胸闷气短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才行。那大家呢要正确的区分，千万不要出现恐慌。平时呢要做好预防工作，少出门、少聚会，多通风、多消毒，经常洗手。出门记得戴口罩，这样呢既对自己负责，也对他人负责哦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是很强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害怕。其实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不易被传染的，那是哪些人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安全意识强的人。那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出门不戴口罩，也不注意消毒和洗手。那这样的坏习惯就会给病毒可乘之机哦。但如果你少出门，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常消毒，多开窗通风，这样也不会让新冠病毒找上你哦。第二个，免疫力强的人。那我们会发现如果自身免疫力强的话，平时也会少生病。那免疫力就是身体的防护墙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病毒，所以只要自身免疫力够强，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也会减少。
第3个呢，就是不喜欢抽烟喝酒的人。那烟酒中呢，都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经常抽烟对肺部健康不利，会使肺功能下降。那喝酒则不利于肝脏的健康，也会呢影响到肺部的健康。所以不抽烟喝酒的人，肺功能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，这样呢更不容易被新冠病毒侵袭哦。那上面的这3点，如果你占的越多，或许病毒越不敢靠近你哦。通过最近的数据显示呢，我们会发现疫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被治愈的人呢越来越多了。但是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一个人虽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，但是却没有什么症状，但是和他接触的人却被确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专家表示，这可能是这个人自身免疫力比较强大，然后呢把病毒清除掉了，自己自愈了。所以呢，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免疫力强是多么的重要。对于年纪轻、身体素质好、免疫力强的人来说，是不容易被感染的。那就算被感染了呢，恢复的也会比较快。但是呢，对于免疫力低的人就很容易感染了，并且呢发展成重症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平时要好好的加强免疫力才行。大家呢可以多进行运动，多晒晒太阳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这样呢有助提升免疫力，抵抗病毒哦。肺炎来势凶猛，虽然现在还没有特效药，但是我们只要把好3道关，或许病毒呢就不敢靠近你。第1个，增强免疫力。我们每个人免疫力呢各不相同，对于免疫力低的人，要做的就是要提高自身免疫力，加强锻炼，保证良好作息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抵抗病毒。第2个，清洁消毒。那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的地方，都要每天消毒，记得勤洗手，这样呢病毒也会远离你。第3个，自我行动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新冠病毒呢是可以人传人的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，出门戴口罩，多开窗通风，少聚集，这样也可以减少被传染的几率。上面这3件事，如果你都能做好的话，那么也能更好的预防新冠肺炎了。我们一起现在新型肺炎的战争还在继续。从目前来看，我们会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容易找上老年人，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力比较弱。那感染上新型肺炎最典型的症状呢，就是发烧和咳嗽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也容易出现几种不典型的症状。那就是食欲不振和浑身乏力。有的人出现呢这2种症状，但是却没有发烧咳嗽的情况。不过对于老年人，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，要时刻检测他们的体温，观察是不是出现别的异常情况。如果实在担心，建议大家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。在去就诊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，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那老年人平时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工作呢？建议大家没事尽量不要出门，在家也要勤洗手，屋里适当的进行消毒。还有提高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，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在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，这样呢有助增强免疫力，对预防病毒也有帮助哦。好啦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